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了一款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车啦，它就是2020款的奥迪 Q7。So， 奥迪 Q7呢，怎样讲？2020款呢，新款呢，我们看这6条边，因为旧款呢是只有下面这个 grill 的，是没有这6条边的。OK，so 有6条边的呢，就是2020新款啦。这样也是保留了它的signature了，它的 signal 都是这样给打出去的。这新款的灯呢也是非常美啊，一格一格的。 对，我喜欢这辆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其实是一辆 SUV， 但是它有 MPV 的7个人的位置，对了，它其实是个 7 seat 的 SUV 啦。然后它后面呢也是可以这样子开起来的啦。好，像这样子，2个椅子可以开起来，这样后面又多2个座位哦。加上呢，它的这个椅子呢是可以调的。 可以调高、调低，啊，是可以调高、调低的这个椅子。很多人呢不喜欢 SUV 有很大一个点，就是因为后面椅子太直啊，太直坐到不舒服。这辆车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椅子是可以 adjust 的，后面的椅子整排都是可以 adjust。然后呢，这辆车也是它的这个掌声啊，按一按自己就会关。 还有呢，打压呢，它是奥迪原厂配的一个20寸的打压跟轮毂啦。在 SUV 跟 MPV 里面来讲呢，都是算是比较 heavy duty 的。远拍给大家看的话呢，你就看得出，它其实那个轮子呢是很大的。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的 MPV 啊，做一个比较啊。就比如讲奥法那些大车啦，这轮子呢跟它比呢，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看了它的轮子，再看 MPV 那些奥法啊、Wildfire 那些轮子啊。 觉得这辆车真的是一头牛来了，非常的叫什么简单粗暴。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卖点啊，它真正的卖点啊，其实就是刚刚我跟你们讲的，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点啊。OK， 现在的车门呢是关到完了啦，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也有所改变了。为什么呢？这辆车的隔音系统呢是做到非常的漂亮了，所以你在车里面炸歌的时候呢，别人在外面是不知道你在嗨什么了。OK。 啊，所以你看啊，我在大声叫啊 ，Hello， 哎，听到我讲话吗？哎，啊，你看啊，是完全不知道我讲话，我们再看前面的啦 ，Hello， 听到我讲话吗 ？Hello， 哎，啊，看到吗？不管我怎样喊啊，他们都是听不到的，所以你在这辆车做什么东西呢？外面的人呢都听不到，隔音系统是非常的漂亮。 再配上整辆车这个 BOSE 音响呢，哇，听歌下去简直是不要的了哈！大家在车里面卡拉 OK 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再给你看一看了。再给你看看这一辆车的车尾箱到底有什么怪兽。 看到吧？我跟你们讲的整套 BOSE 音响呢，不是简单的整套 BOSE 音响这么简单，当然还要包括整个 BOSE subwoofer 在后面震啊，是吧？其实它真正的 point 呢是在这里，看到吗？它的整套系统呢是做到非常的好的啊，你看到吗？它的 camera 是周围360度无死角，要看哪里都可以。 看后面，看前面，看旁边，啊，看到有一个美女站在那边。我们这里 camera 呢是可以看到她的脚的。OK，so 360度啦啊，这样子，啊，看到吗？看到她的脚啊，她就在那里，可以看得到啦，四周围。 这个是它其中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卖点哦，那看到吗？就站在那边，完全是可以看到清清楚楚啦，周围的车啊，是周围的东西啊。它的面板呢也是非常容易操作的，就好像 Android 这样子啦，看到吗？可能我的电话有 miss call， 它会在这边写啊 WiFi setting 声音，就好像我们的普通的 tablet 这样子哦，电话这样子哦，没有什么特别啦。 OK， 这辆车我最喜欢就是它的音响还有隔音系统。我一上车我就试它 Bluetooth 了，它 Bluetooth 是
你看到吗？现在啊，我电话带着啊，它都是直接 connect 的，知道吧？我是没有动过任何东西的。我第一次 connect 的时候，它的 pair 也是非常快，它 pair 我的电话啊，差不多3秒钟这样子啦就 connect 了。再来就是呢，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东西呢，就我不是很专业啦，我也没有讲时常去玩车这些东西啦，我觉得很惊讶啦，你们不要笑我啦。就是它的这个 drive select 啦，它的车高低呢是可以自己 set 的。我是不了解车的东西啊，不明白那个车怎样可以自己做到高低啊。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啊，你可能里面要那个铁啊加才可以加到高低，它这个是可以直接这里按啊，它就可以感觉到整辆车现在我按了呢，它 lower 现在整辆车我感觉到在降低了。这样为什么要提高降低呢？因为它是 SUV 嘛，它就是给你进山的时候啊之类的啊，就可能可以调高调低啊，有些人喜欢矮啊，调矮啊，然后还有呢，它的 drive system 啊，你这边你可以选哦，你要它省油。还是普通，或者是 dynamic 就是很自由啦，但是也很快啦，比较有力啦，比较爽啦，这种东西也可以自己调哦。还有它的 suspension 就是它的车脚啊，要几硬啊几软啊，这个调到最大不是最硬哦，这边是最软哦。有的人喜欢硬，有的人喜欢软啊，可以自己调嘛。然后还有这个 steering 啊，就是我这个 steering wheel 啊，这个 steering 也可以自己调哦。我现在按 comfortable 啊，我现在还摇啊，就感觉很松哦。很松哦，我换到去最重啊，就感觉到，也不是讲差太重了，不过是有分别的，手感上是有分别的，感觉得到它比较紧哦，比较有手感哦。所以，我个人最喜欢的，我觉得是这个 steering 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换车的时候啊，那辆车一下子那个 steering 变轻了啊，手感变了啊，我们好像抓不到那个车的位置这样。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个的，我觉得这个是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功能了。还有就是它的 GPS 哦，它这辆车是有 GPS 的 ，OK， 是有 GPS 的，看到吗？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嘛，所以它 GPS 就会显示在马来西亚啦，你要去哪里啊，就打你的地址，像微信的操作，这个功能是非常好啦，我觉得。不过我私人呢都是比较喜欢用 Waze 因为我又不是一个整天玩这种科技的东西的人，我们用惯 Waze 就不想烦就用回 Waze 罢了。不过呢，有这个功能都是很不错的，因为很多车，像说本车什么车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但是它是可以的，看到吗？你是可以去找 address 啊，去过哪里啊 ，favorite 起来啊，看到吗？甚至于 contact， 把你朋友的 contact 放在这里，然后再 set 他家你按的时候就直接按这里就直接去啊。OK， 所以这辆车的 gear 呢，就是跑这一种啦，就是这种推一下，就是你踩着 brake。推一下它又变推一下又变 N 那种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 gearbox 啦。其实很多高档车都是只跑这一种但是我是比较喜欢那种熬来熬去加冠冕的车人是这样按这个就 P 哦 ，parking 哦，按这个这样子踩着 brake， 看到吗？变了 D 哦，推一下变了看到吗 ？reverse，OK， 不过你要踩着 brake 啦，没有踩着 brake 就不会动了啦。OK， 这样现在我要放 P 这样呢，放手按一下这个 button。OK， 看到吗？闪变了 P 了，现在变了 P 了，前面还会在，但是车是不会动的啦，就是你看到这里亮 P 了，车就是停了的啦。这样子的 gear 呢，我个人呢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是高档的设计啦，高档的设计是非常好啦。还有就是这辆车，我觉得一个很怪懒的地方就是它的中间这个呢，通常我们开起来就是我们坐惯斗大那辆车，我们一开起来它里面是可以放东西的嘛。它这辆车就很奇怪的你看开了啊，开完了啊，开不到啊，你硬拉拿不到了，开不到了。它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位，拿来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啦，可能你可以放点电子烟之类的啦，一包香烟我觉得也是放不下，最多你放一点 pot， 放点电子烟这样子咯。可以放什么我也不知道关回去就这样子也没有关完的看到吗？它就是盖起来，你看不到了但是没有关你进山还是什么你剧烈晃动它也是会跳出来的所以这个位置我是觉得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也不知道要什么。我觉得啦，就是拿来做 armrest 咯，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些人比较高，有些人比较矮你可以可能调高一点或者调矮一点，这样子它不是一个 storage 的。叫我一个给你做 storage 的地方，这种放杯子的地方也是普通啦，有一个 sustain 的位。这辆车落地价我们这里是差不多688啦，688千。
我在想，我到底只是个什么东西？还是我会不会